大胆子！风。 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听到了吗？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齐策，你是不是想本侯来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属下真的是谨慎万分，不敢有半点疏漏。但确实不知是谁在捣鬼，或许是那个苏王。还敢说自己行事谨慎？齐策，如果密探组织被毁，还留你有何用？侯爷，求您留齐大人一命。还有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不是说你们认识江湖上一个组织叫如意楼，他们无所不能，什么都知道吗？为什么不找他们？主上，素来是如意楼先联系我，他们找上我也是为了从我这里获取更多的信息。可他们行事向来谨慎，如今已经许久没有露面了。5日，我再给你们5日。若此事还不能解决，休怪本侯无情。我还告诉你，齐策，你那胞妹也跑不了。大人，齐大人，5日时间如何做得到？怎么做不到？就没有齐策做不成的事。大人，您不怕我亦可以陪您，可齐姑娘怎么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若是寻得机会，咱们还可以再回来。求大人同我一道离开。好，城外会合。是。离开京城？对，咱们出去玩几日。我和娘说好了，你准备一下，咱们现在就走。现在？嗯。可是我过几日就要嫁人了。啊，珠儿，这婚事恐怕要拖一拖了。啊？是不是他们家的人觉得我……哎呀，你想哪儿去了？是他们家公子生了怪病，得休养一段时日。正好我们外出游玩。兄长平时公务繁忙，也许久没有陪你和阿娘出去走一走。这一次，咱们游山玩水，好不好？嗯。哎，你放心吧，兄长呀，会替你安排好的。好，我知道了。雪妹妹，我不会害你的，只是你一定要和我一起走。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长姑娘，这是二姑娘带的如意枣，
特意给您赔罪来了。二姑娘亲自去良品铺子给您挑的，个个浑圆饱满、酥脆甘甜，您就原谅二姑娘这一回吧。对呀，阿姐别生气了。你看我这不是特地淘出来，给你赔不是？啊，二姑娘，这次也实在是您不对。把你送去先生那边管教，你倒好，3天2头往外跑。说吧，这次去醉春阁又是干嘛？那不是为了……现在还没有证据，如果告诉阿姐，她肯定不会相信。二姑娘，二姑娘，外面有人找您，自称是小七小八。小七小八，哎，又查出什么了？别怕，说。二姑娘，不是我们不说，只怕我们说了，傅轩姑娘也不愿意信啊。你们只管说，信不信由我。瞿策公子确实时常流连于烟花之地，此刻他正在醉春阁。啊，你听听，你要不跟我一块去看看？这可是事关你一生的幸福，你马虎不得。好，但这是最后一次，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话，以后不许再胡闹了，知道了吗？嗯。说吧，找。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城外会合的吗？我收到你的。哦，有诈。哎呀，走。齐策，齐策，我劝你赶紧给我出来！齐策，哎，两位姑娘，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快出去！齐策，你个王八蛋，你出来！哎，姑娘，我看你是把别乱来了祖宗18代的脸都丢尽了。赶紧出去！人呢？娘子，姑娘，我就是齐策，上来玩啊！姑娘，你相公在楼上呢，要不上来玩啊？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相公啊？娘子，我就是齐策，上来玩啊！不对劲，外面都没有小贩，连摊位都撤了。难道是主上察觉到了？齐大人，我们快走吧。哎呦，小娘子上来了！姑娘，出来！看哪个姑娘，策呀？齐策，找齐策的。找我的！出来！出来！齐策，直接敲门了。素毫，你们为何来此？蓉儿，你怎么来了？你叫我什么？你要是不相信我，大可以来问我，何必来这种地方？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齐策，我双亲为你所擒，以为你正直可靠，就把阿姐许配给你。谁知道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整日侠妓游乐，白日宣淫。轩妹妹，我其实想……傅姑娘，这是一场误会。误会与否，我自会判断。其次，之前是我傅家看走了眼，从今以后，我傅轩与你
一刀两断。轩妹妹，别跟啦！齐大人，美色误人呐！轩，殿下，齐策来醉春阁，并不是为了寻欢作乐。那天在梁上听到的，加上今天看到的，不难推算出这就是他的老巢。有些人啊，榆木脑袋开窍。方才我看那些龟公们都暗藏匕首，要真是寻欢作乐之地，怎会如此？你们富家姐妹还真是女中豪杰啊！这么危险的地方，说闯就闯。蓉儿，你还知道些什么？我听说，他的意图是谋害皇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阿姐，你总拿我当小孩心性，说什么你也不一定会信。今天要不是你亲眼所见，你肯定也不信吧？不过今天我们也是误打误撞才知道那是他的老巢。傅轩姑娘，你现在知道前因后果了，总不至于再误会小爷是嫉妒了吧？殿下，他们本来想跟我们来一个鱼死网破，想不到傅姑娘给他们来了一出暗度陈仓。现在我们只用等他们自投罗网了。他们一定会伺机逃走，彼时将他们一举抓获。是。吴拜喜，在。你送送他俩。傅姑娘，请吧。今天要不是我机警，恐怕你还在跟齐策苦战呢。看来傅姑娘对自己的武功很有自信，相信自己可以躲过齐策那一劫。那就算扯平了。我还有件事想求王爷。齐策的妹妹跟他年迈的母亲都是无辜的。本王自会调查清楚，无辜之人定不会受到牵连。你求我啊？啊？还有何事？齐策有没有可能？你想本王饶他一命？做人不要太贪心。哎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他的目的是刺杀皇子，按照大禹律法，自是死刑。而且他要杀的是你，我还向你求情，岂不是慷他人之慨？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管不着。肃王怎会流连此地？轩妹妹和傅蓉又怎么会寻到这里来？这件事我已经派人在查了，已经问过了。楼下小贩不见，是因为隔壁东街有急事，小贩们都去隔壁东街摆摊去了。你先下去吧。是。你召集人手，我们今夜出城。是。轩妹妹，罢了，将来总会有机会的。你们先回去吧。是。小侯爷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我是想说关于齐策的事情。
虽然你所托非人，但是现在发现总好过将来发现。总之，哦，节哀顺变，对，节哀顺变。多谢小侯爷。小侯爷，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断了婚约又不是死相公，什么节哀顺变啊？哎，傅姑娘，小爷我可从来不会安慰人的。阿姐，阿姐，奇特的是，蓉儿，我问你一件事儿，可不许隐瞒。绝对不隐瞒。我问你，你与肃王殿下到底有何渊源？渊源？他之前误会我是刺杀他的人，这算不算渊源？只是这样啊，只是这样。你为何要这么问？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肃王殿下对你有点特别。特别？特别凶吧？罢了，可能只是我多想了吧。奇特的是，我没事儿。还想跑？哼！齐大人深夜出行，可有急事啊？好一招，暗度陈仓啊！拿下！儿臣打扰父皇休息，还请父皇恕罪。此时见朕，必有要事，说吧。禀父皇，儿臣回京之后，遭遇过3次刺杀，一次是在回京途中，一次是在居水小筑，最后一次是在西山之下。居水小筑一案已经结案，提刑司为何没有提起？还有，西山是怎么回事？今夜儿臣已在平康坊、醉春阁将贼人一举拿下。到底是何人如此胆大包天？提刑司按察使齐策。齐策，区一个按察使，竟敢欺上瞒下，谋害皇子。回父皇，儿臣认为，此事由关严镇
军粮贪污案而起，牵扯之大，是一个按察使所不足以承受的。这背后指使另有他人。金儿，齐策一案办得不错。朕既然把金一卫大统领之职给了你，你就放心去办案，但是要切记，桩桩件件必须人赃并获，不可授人以柄。儿臣领命。你回京许久，还没有看过你母妃吧？有空去看看她。是。儿臣告退。猫儿，情况如何？这齐策现在已经被刑部羁押了，主审之人正是徐进。这齐策，这吃里扒外的家伙，嘴巴也不会牢靠到哪儿去。倘若牵出军粮案，我们岂不是完了？属下认为，斩草须除根，只有死人的嘴，才不会暴露任何的秘密。杀人固然容易，可现在事情已经闹到了皇上的面前，秦青已经咬舌自尽了。如果这个齐策，他再死在狱中，那岂不是更加令别人怀疑？杀人灭口，就你聪明。猫儿，你先不用担心，一个小小的齐策，本后还是拿捏得住的。只是这打蛇要打7寸，此时必须要有端妃娘娘出手相助，才可确保万无一失。珠儿，哎，娘，珠儿，娘，珠儿，策儿还没来吗？他肯定是公务繁忙，一时间没走开。别担心啊，娘，没事的。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公子被官府抓走了！你说什么？娘，万万没想到，这齐策竟然同刺客勾结，谋害皇子。齐策这个孩子向来聪明懂事，真的没想到。之前我们与齐家交往甚密，此番怕是难脱干系啊。我为官多年，一直谨小慎微，可今日还是遇到了这麻烦事。只是苦了我们家轩儿。我没事儿。爹，娘，你们不必担心。我有一事想请求爹娘答应。何事啊？过几日我想去云罗山上的云罗寺清修，必悠悠众口，修一方清净。爹爹可应我？去清修一段时日也好。你何时动身？现在齐策已经入了狱，蓉儿担心竹儿出嫁没有娘家撑腰，便想把她接过来住。要不我等安排好此事后再动身吧。
这珠儿也是个苦命的孩子。爹娘，我还有画卷要送到如意楼，先走了。路上注意安全。嗯。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注意，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没事吧？走吧。刘掌柜，哎，傅轩姑娘，我把推荐字画带来了。还麻烦你亲自送一趟来，您过目一下，还望您能喜欢。这真的太好了，这是我想要的。敢问，刚刚与哪位姑娘拿错了画卷？是你，你不是凤来仪的碧玉吗？是，刚才不小心冲撞了这位姑娘，实在是抱歉。我赶着将画送给我们吉掌柜呢，这一不小心便拿错了。刚才看到这两幅画的卷轴跟这两幅是不同的。所以就立马送来了如意楼，还好你们都在。谢谢。此画可有打开过？那自然是没有的。我既然已经发现了不对，便不会打开的。不错，就是他们。那碧玉就先告辞了。劳烦你了。姑娘，万一他要是偷看了这两幅画，该怎么办？没事的，他即使偷看了，也不会领悟其中的寓意。况且凤来仪出新品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我们肯定会赶在他们之前的。快，殿下就快到了。速王殿下。参见母妃。谢母妃。味道如何？好茶。喜欢就好。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1个月前回京，本早就该来探望母妃，奈何公务繁忙，晚来了几日，儿臣不孝。没有没有，公务要紧，你总要多注意安全才是。是。尝尝这个，这是母妃特意让小厨房做的芙蓉糕，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这口，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道？母妃，母妃，我听说4个月。五弟。四哥。浩儿，难得你四哥也在，正好，中午可以一同在母妃这里用膳。母妃，今日提刑司有庭审，我得在场。哦，也好，公务要紧。什么案子这么紧急？连陪母妃用个膳的时间都没有。浩儿，
既是公务要紧，那就赶紧去吧。是。你就这么走了？这是丈阳城的蒙地石花。母妃知道你回来以后，提前半个月就让人备好了。她知道你长在那里，定是喝习惯了。还有这芙蓉糕，母妃每日都让人准备一份，想着你什么时候来都能吃上。你吃都没吃一口就要走。浩儿，爱吃不吃，你不吃，我吃。母妃，你盼了这么多年，他回来1个月，头一回来看你，这才坐下没多会儿，便要走。您昨夜是不是又担心一宿没有睡？浩儿，不要同你四哥置气。你不知道，自皇后娘娘病逝以后，你四哥就被断定为天煞孤星的命格。可怜他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宫外去镇守边关。大夫人，大夫人，求求你，还2件嫁妆给我行吗？兄长如今身陷囹圄，需要钱打点。婚都被退了，还想要嫁妆钱？大夫人，卓儿从小到大从未向您提过任何请求，这次卓儿实在是没有办法。兄长的，你是不提请求则已，一提惊人呐！你哥可是刺杀皇子的重罪，我们避都来不及避了，你还要花钱打点，怕是恨不得齐府上下受牵连吧？求求您了，大夫人，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大夫人，大夫人，起来，别磕了，起来，蓉儿，我娘得知兄长入狱的消息，已经昏迷不醒了，我害怕，我想见兄长一面。行，我去想办法。不是我说啊，卓儿兄长给他准备的嫁妆，你有脸吞得下去啊？今日晚上之前，所有东西都还给他，少了一样，空堂剑。你们还真是晦气！哼！兄长，卓儿，兄长，卓儿，你怎么来了？啊，兄长没事。兄长，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只过了1夜，所有的事情都变了？怎么了？卓儿，你别担心兄长啊！你过来干什么？你应该在郊外的小木屋，好好等着成亲啊！兄长，他们退亲了。什么？无耻！无耻的小人！没事，没事。你都说过了，他都病了，时日无多，我何必加剧受罪？我那是……兄长，
无论他是否生病，我觉得这样的人本就不值得嫁。别怕，娘呢？娘，娘她很担心你，但身体没有什么大碍。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哎，珠儿，你怎么进来的？是蓉儿，若不是她，芙蓉，好一个芙蓉啊！兄长，你珠儿，其实咱们兄妹俩本不该如此，都是这个芙蓉假借婚约之事给徐锦打掩护，让我沦落至此。什么？兄长，你入狱是因为蓉儿？你记住了，这个芙蓉，还有她全家，都是佛口蛇心，他们会一步一步的把你推向深渊，记住了吗？啊！珠儿，没事吧？姑娘，不好了，你娘她怎么样？老夫人本就久病，这几日忧伤过度，加上来往奔波，恐怕……七姑娘，请早日准备后事吧。大夫，我求求你，大夫，求你了，大夫，哎，大夫，大夫，珠儿，娘，娘，策儿，策儿，兄长他很好，是误判，过2日他就可以出狱了。等他出狱了，您就和兄长一起把我送出家。好。娘，珠儿，不要丢下珠儿一个人，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珠儿，芙蓉，你给我走。珠儿，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我都知道，你和傅璇竟然把我和兄长骗得团团转。珠儿，你兄长这件事情跟我阿姐毫无关系，你要怪就怪我。你不明白，你根本就不明白。从小就寄人篱下是怎样的痛苦，你更不会知道兄长为了我和娘有多辛苦。你走吧，我不想再与你有半点纠葛。珠儿，对不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只是想保护我阿姐。夏，我求你了，你走吧，别再让我看到。齐大人，齐大人，又来了。主上又有什么威逼利诱之法吗？哎呦，齐大人，您就别找我发牢骚了，我也只是一个传话办事儿的人。况且，这主上对您也不薄了，不信您自己瞧瞧。这成王生母，端妃娘娘，见民女齐竹为母祈福，是一步一叩首，甚是感动。姑娘，你一步一叩，所求何事？民女只想救我兄长一命。你们兄妹倒好，彼此都想着对方，只可惜本宫只能救下你。念你孤苦伶仃，又一片孝心，正好本宫身边也缺一个提己之人，不如你就随本宫进宫吧。这陛下听闻此事，赞其忠孝母家，封其清平县主，择日正式册封。孤独无依，被退婚也好，一步登天为清平县主也罢，这一切都在那个人的鼓掌之间，更在您的一念之间呢。来人呐！哎，我要招供！来人呐！我要招供！来人呐！我要招供！进去！我要招供！进去！我要招供！进去！我要招供！来人呐！我要招供！皇夫人，欢迎您常来啊！吉掌柜又发财了，笑这么开心。哟，小侯爷，上个月的盈利这几日送到我府上，我最近买了2匹宝马，手头空得很。好的，明日便送到您府上。还有啊，姨母在宫中要打点地方有很多，每个月给姨母的那份也送去。我还约了人喝酒，先走了。好的。殿下，刑部的刘大人到了。参见苏王。那齐策已经认罪伏法。齐策认罪了。王爷，请看。他说自己利欲熏心，与醉春阁有所往来，利用职务之便
要挟官员和富商，以此谋利。见王爷回京后，心中害怕，索性想先下手为强，才屡次派人刺杀王爷您。此事说不通啊！他怎会未卜先知，知道我会接管锦衣卫，便在我回京的路上暗杀我？齐策人在哪儿？本王要亲自提审。回王爷，他昨日一头撞死了，今日已死无对证。本王知道了。王爷，下官告退。齐策一死，线索便这样断了。齐策的妹妹齐竹被端妃娘娘收作义女，封清平县主。可这端妃娘娘，不正是成王的母妃，信都侯先夫人的胞妹吗？父皇怎么会在此时准许齐策之妹为清平县主？上一回您抓获齐策之后，深夜入宫觐见。陛下明面上是想让您继续查下去，实则也是在提醒您需要小心谨慎。若无万全的把握，切忌操之过急啊！你真的要回去？此去恐怕是四面楚歌。邱高义死于我剑下，徒儿必须回京谢罪。况且杜冲谋利，将士何辜？我不查清这贪污案，如何对得起浴血奋战的大禹将士？好啊，不愧是为师教出来的好徒弟。为师必上授皇上陈情此事，不过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师父保重。四面楚歌，那又如何？大禹将士的安危，比我一人更重要。许家，你去查查，这位清平县主到底在哪儿？是。孤苦至此，即便是滔天的富贵，又同我何干？娘，大哥，竹儿来陪你们吗？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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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竹儿，你醒醒！我带你回家。跟你没关系。你为什么又做傻事呢？说了跟你没关系。我现在是县主了，是多少人求也求不来的地位，不再是那个软弱可欺的齐主，是清平县主。我开心还来不及呢，寻死做什么呢？竹儿，你真的要依附端妃吗？她突然施恩于你，肯定是……怎么？你害怕了？你怕我成了县主，有了端妃这个靠山会对你不利？
也对，他还是燕世子的姨母，你怎么可能不怕？不是这样的，我是怕他们利用你害你。我兄长以死换我富贵，你现在要让我舍弃这一切？芙蓉，我兄长说的没错，你就是菩萨嘴，蛇蝎心。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想再与你有半点纠葛。日后不得已再见，就当做我们素未相识。你怎么在这儿？是你救了竹儿？其策他咎由自取，你不必如此愧疚。竹儿她生性纯良，我怕她卷入斗争漩涡就很难脱身。我忘了殿下也是在宫中长大，我刚刚那番话绝对没有讽刺您的意思。12岁那年，先皇后病重，父皇让我去弘福寺为她抄经祈福，我却不慎打翻了烛台，引起火灾。虽然很快火被扑灭，但是先皇后也在那段时间病逝了。父皇因此大怒，将我送去边关。自那以后，我便不曾回京。不过相比横京，我更喜欢边关大漠孤烟。这里风大，咱们先回去吧。你看看你，又瘦了。我让你多吃点吧。来，这不会是文先生吧？我给你带的，你不喜欢吃吗？那下次我带你喜欢吃的过来。这文先生居然会和鱼说话。出来吧，我看见你了。那个文先生，我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这件事不允许别人知道。好啦，我发誓，即使是提刑司拷打我，我都绝对不会说的。谢谢。哎呀，小胖鱼，你可真肥呀！看来文先生把你喂得不错哦。我和苏王哥哥青梅竹马，一别数10载，如今他好不容易回来了，叮当十分想见我。上回我来，你说他在养伤，也就算了，这回还拿这种说辞敷衍我。我告诉你，郡主，怎么每次来都是见到你们2个？苏王哥哥人呢？哦，殿下实在伤得太重了，委实无法见客。真的伤得这样重？不行，那我更要看看他了。郡主，您实在要去看他，倒也无妨。但是我作为一个大夫的角度来讲，女子体寒属阴，只怕这来去进出的，又会让殿下再多病上几日。那算了，那我不去了。只是
苏王哥哥到底怎么了？他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啊，您放心，已无大碍，只是需要静养。知道了。那这样吧，等苏王哥哥好了，你们千万要派人来送信。啊，一定，一定。啊，郡主慢走。这西河郡主，当真是殿下的青梅竹马，为何殿下如此避之不及？没想到京城里也有这么能嚷嚷的女子。哎，说你是个榆木脑袋，咱们殿下自小在边关长大，哪里来的什么青梅竹马呀？哎，神女有意，王爷无心罢了。怎么有心事？你除了读书，会的东西倒不少。这是我一个旧友教我的。你的旧友？除了竹儿，我也没有什么闺友，就是幼年的时候救了一个小男孩，是他教我的。后来他家人找到他，就把他带走了，要不然我就让我爹收了他，一直留在我身边当个小跟班。傅姑娘可否教我一二？首先你得找一个扁平的石头，这块如何？挺会挑啊。然后呢，你就得这样把它甩出去，甩出去，甩。你看，高人啊！不仅会作诗，教什么都会呢。没救了。文行，你来处理一下。别，我来处理。今日厨房说炖的鱼肥嫩且鲜美，我便想，会不会是小胖？这是他最后的鱼骨头。那个文先生，您节哀。谢谢。王夫人、李夫人，这镜花水月呀，可是我们这里的镇店之宝。这几幅画还真是美极了。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俩打个折。这么多人，你们再来看这幅，哎，这幅更好。花鸟可解语。小侯爷，哎呦，哎呀，小侯爷啊，您来了。啊，哎，这画像挺不错的，比那些首饰好看多了。谢小侯爷赞赏。小侯爷，齐掌柜的，今儿个如意楼也发售新品，听人说这如意楼的4幅画作跟我们的极其相似。
有这种事情？他们不是一直找傅家的长姑娘做字画张贴吗？竟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就是。傅轩姑娘，你这几天真的是辛苦了，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吧。刘掌柜，你也辛苦了，祝这次的新品大卖。谢谢。这如意楼也太无耻了些，竟当真抄我们的画，还抄得如此光明正大。小侯爷，你们也是来看今天的新品的？吉掌柜，你刚刚这话是什么意思？傅姑娘，这4幅画是你画的？这4幅画是我一笔一笔关在家中勾勒出来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抄袭凤来仪的推荐字画，连“镜花水月，羽化飞生”这8个字都照抄补，还要我明说？我不明说，是想给你留一分薄面。什么？你们凤来仪也有那镜花水月，羽化飞生？哼，傅姑娘，从前我觉得你冷冰冰的，看着让人觉得不爽。现在看你惺惺作态，倒怀念起你以前那冷冰冰的模样。罢了，不想承认就算了。哎，慢着，你给我说清楚，我们2家的画都没有公开过，你告诉我从何去抄？正好，你们这位碧玉公子，之前跟我们爆竹相撞，误拿了2幅画卷。说来也巧，这2幅画卷，正是你们说的那2幅。小侯爷，他这是血口喷人。碧玉确实捡错过画卷，但从来就没有打开过，便给如意楼送了回去。是啊，小侯爷，我当真没有打开过，他们的画我瞧都没瞧过。那既然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找你们的画师来跟我对质便是。小侯爷，我若真抄了，悉听尊便。好。哼。文先生，你为何在此绣画？姑娘她不太练女工，连带着我也没有怎么练。今日天气甚好，便拿出来绣绣。文先生，你看看，我绣的如何？谁教你绣的？我自个儿学的。绣好了。哇，文先生你好厉害啊！哎，文先生，我只是觉得你平日里冷冰冰的，只会舞刀弄枪，实际上既会养鱼，又会绣花。文先生，我只是好奇，你究竟是跟谁学的绣花啊？年幼时，流离失所，每逢天寒，去捡百家布，缝制成衣裳，直至
直至被公子捡回小筑里。文先生的童年想必一定非常艰苦吧？再苦也没有公子苦。再说，都已经过去了。对，都已经过去了。如今苦尽甘来，往后一定顺顺利利、开开心心。你不给我添麻烦，就是最大的顺利。殿下，如意楼找到了。爷，从来都是这如意楼楼主主动上门找人，咱们找他那无异于大海捞针呐。废物！这眼下运粮的财路断了，好不容易上天开眼，让本王找到了一个金矿，但是又运不出炸药来。叫我看啊，还没找到如意楼，本王早就喝西北风了。哎呀，爷，这也未必呀。我听说啊，那个如意楼耳目众多，说不定咱们动静闹得大点儿，那楼主自己就出来了。哼，你想得倒美！叫我看，就你这样的蠢货，他是。爷，这纸条，你看。既然彭画师内心这么胸有成竹，那可否请你为大家说一说，这镜花水月、羽化飞升，是如何与鸟语花香、意趣盎然联系在一起的？镜花水月，画中女子发现所谓明月不过幻梦，只有在身边的花鸟才是真实之物。于是，在第2、3幅画中，女子沉浸在了鸟语花香的世界当中，十分开心。你别听他胡说。到最后，更是登上极乐，白日飞升。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就让我来为大家说一说，我这4幅画为何意吧。我们如意楼此次的新品通名为“芳华似电”，意为光阴转瞬即逝。这第1幅画“镜花水月”，女子倚在河边。水面上面倒映的唯有天上的明月，便是年年岁岁月依旧，岁岁年年人不同。与日月相比，人生恐总，恍如一梦。这第2幅大梦不绝，表示图一确实是一场幻梦。这图中的女子已经稍微有了一些年纪，曾经的年轻貌美，却只在梦中。红颜未老，但红颜已老。曾经年轻的豆蔻少女，如今已经满头白发，可揽镜自照。她看着自己头上与年轻的时候同样璀璨的头饰，仿佛真的在镜中看到了自己年轻貌美如花的模样。这第4幅画，羽化飞升，红颜枯骨，但是她的美却横流于世。正如人间斗转星移，永远都会有年轻貌美的女子带着美丽的头饰去追逐着如梦非梦的美好。说得好。听完2位对自己画的描述，
想必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谁是自己心中所想，谁是临时凑数。如意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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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楼。这些都是我在思考时所画的一些零碎细节，请大家共目一下。今日之事，我心中已有论断。即日起，我们会撤下这4幅画，所售出的新品所得也会分一半给如意楼。小侯爷，你还有脸待在这儿，还不快滚！还不快走！还有，此前对傅姑娘出言不逊，是我错了。今日我先回去处理这件事情，改日一定登门致歉。母妃，您曾经说过，只要孩儿能破了这盘棋局，你就会回来。您失约了，整整10年了。下棋切忌贪胜，不可攻彼忘我。母妃教你的，你都忘了？是平儿大意了，是平儿输了。你还是不喜点灯笼。若不是我眼睛畏光，你也不会夜里只点那1寸烛火照明。只要是为了母妃，平儿做什么都行。前几日小筑内的灯笼很漂亮，那个女孩也很漂亮。平儿，为了自己，好好的活着。母妃，母妃。为什么？你终于出来了，等你半天了，太阳都下山了。找我何事？我知道你今日心情不好，我知道个好地方带你去。可以不去吗？不可以。先生，你要有什么愿望就写这个油纸灯上，可灵了。我之前就用这个许愿来着，
我就说想要个弟弟，我娘就立马有了关哥。而且啊，这个油纸灯要是顺着这个溪流流下去的话，你的愿望就肯定会实现的。要不，你把你的愿望告诉我，我帮你写。我想再见我娘亲一次。好。先生，你看，这油纸灯多亮啊！虽然不知道先生娘亲在哪，但是肯定可以再见到的。这怕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愿望。卡住了，这也太不吉利了。你这是为何？把石头推开，怎么能让袭人的愿望卡住呢？希望爹爹给我长小用钱，芙蓉。这么大个花灯，只写一个愿望就太可惜了。你看。你的愿望在这儿，这么大，我的就这么一点点，是不是？谢谢你。捡起来，捡起来。哎呀，我说小侯爷，听说今日这凤来仪和如意楼那是特别的热闹，您不去跟着热闹热闹，怎么跑到殿下这儿来赖着？别提如意楼和凤来仪，小爷我活了这么久，头一回这么丢人。这殿下府上的酒啊，真不比梨花酿差。这醉春阁是没了，我就只能来这儿借酒消愁了。小侯爷，您要喝您到外面去喝，这里是重要的东西，万一洒了怎么办？你们在干嘛？殿下，殿下。殿下，
先生真是的，知道我要走了，还要榨干我最后的价值。先生，傅姑娘，你就要离开了，我送你个礼物如何？啊，先生送的一定是好东西。把我的面具取下来。不了不了，先生放心，我虽然是顽劣，但是我知道先生的面具是不可以取的，所以我……你不敢。先生，这天底下可没有我不敢的事情。你只要再不把脸挪开，我就……